歡迎來到阿里廚房。今天咱們來做雞仔餅，要提前2-3天來做冰肉，選擇這種相對緊實的豬背膘，放冰箱冷藏一段時間會比較好切。切成這種黃豆般大小的肉粒，加進去15毫升50度以上的白酒，先拌勻了。高度酒在這裡除了提供香氣，還能消毒殺菌。同等重量的白砂糖，先進去1大半，再次拌勻了，讓每一塊肉都能被砂糖包裹住。倒進一個可密封的容器裡，略微整平，再把剩餘的砂糖倒進去鋪平。在這種高油高糖的環境中，一般的細菌是難以滋生的。這也是老早以前保存肥肉的一種方式，在常溫下放10天半個月都不會有問題的。扣上蓋子，醃製2-3天就可以用了。冰肉醃好了，就先來做餅皮。30克細砂糖，進去30克開水，先大致化開，溫度稍降，再進去30克小蘇打。小蘇打在這裡主要是能讓餅皮更容易的上色，同時加熱的時候也會產生少量的氣體，也有加一些臭粉的，目的也是產氣，能讓餅皮更為鬆化。當然自己吃了還是算了吧。再加進去150克麥芽糖，50克花生油，充分攪拌均勻。看到這裡是不是有點像月餅糖漿了？是的，用月餅糖漿也可以替代麥芽糖的，但成品出來的脆度會稍微遜色一些。攪勻了之後，和塞進去200克麵粉，不用下手，直接用刮刀混合均勻。麵粉用普通的中筋麵粉就行，高筋低筋也沒問題，最終只會在口感上有一點點不易察覺的差異。拌勻了，就能得到一塊沒有乾粉顆粒、很軟很黏的軟麵團。覆蓋上保鮮膜，放一邊醒面備用。接下來就開始拌餡了。好香的花生，不要碾得太細碎，保留較大的顆粒，口感會更好。芝麻和瓜子仁也要提前烤香，有條件的可以加一點欖仁，或者改用其他喜歡吃的堅果仁。這冰肉已經在常溫下放置1周時間了，白白淨淨的，一點問題沒有，全部倒進去。老早的做法，冰肉和果仁的比例是1:0.6左右，知道大家都不太喜歡多吃肉，我這裡就調成了差不多1:1，但再少也不能沒了冰肉，畢竟它才是雞仔餅的靈魂啊。再加進去一點花生醬，提升香氣。這個是糕粉，也叫潮州粉，和塞進去。糕粉就是制熟後的糯米粉，特點就是遇水就黏，為鬆散的餡料提供了聚合力，同時也是 QQ 韌韌的口感來源。大致拌勻了，再來調個味水，蒜泥磨得越細碎越容易分散到餡料裡。再來1小塊南乳，一點鹽給點鹹味，五香粉來一點，這東西不能放太多，香料味太重了也不好吃。先碾碎拌勻了，也可以加點其他自己喜歡的香料，例如胡椒粉、沙薑粉、陳皮、檸檬皮，或者喜歡吃辣的加點辣椒粉，也就能調出自己的秘方了。最後加點清水把它化開，全倒進餡料裡，大致拌勻。進去一點花生油，拌的差不多就該下手了。可以看到現在還是比較乾的，所以要少量多次的加入一些清水，把它調成較為合適的軟硬度，以方便整形。最後就得到這麼一團雞仔餅餡，回到案板上，再整理整理。為了方便操作，把它一分為2，搓成一個圓柱體，放一邊備用。餅皮也分出一半來，整個過程都要注意多撒點乾麵粉來防粘。先用擀面杖擀開成一個長方形，
再把餡料放在中間，兩頭捲起來，包裹住餡料，再搓圓搓細。太長了，可以再分割成2份操作。搓到比拇指略大的程度，就可以揪劑子了。每個約摸12、13克吧。個頭小一點，吃起來就沒那麼大壓力嘛。想要成餅大個一點的，那就揪大一點吧。有大有小也沒啥關係的。我這裡正好揪出來60個。烤盤上墊上鋁箔紙，方便清理。如果用的是風爐，可以一次烤多盤。我只有個平爐，所以只能一盤一盤的烤了。如果有2個烤盤，就可以周轉起來了。沒有多餘的烤盤，在烤網上墊上鋁箔紙，也是可以當烤盤用的。帶餅皮的朝下放案板上，用手掌壓一下就成餅皮了。想要脆一點的就壓薄一點，想要軟糯一點的就稍微厚一些，形成這麼一個所謂的龜背形就好了。看起來其實也挺快的，60個不多會就做好了。這時候就可以把烤箱預熱起來了，上下管180度。一個雞蛋打散成全蛋液，用個毛刷給每個餅皮刷上一層，送進烤箱，約莫需要13分鐘左右。看到色澤滿意了，就可以出爐了。一盤好了，就到下一盤了。来一個看看，底部的上色情況，不老不嫩的，還行。剛出爐的餅身是軟趴趴的，要放涼了之後才會有脆感的。把它先轉移到一邊晾涼，就可以開始做下一批了。很快。第120個餅也順利出爐了，這麼一大堆，一時半會兒肯定吃不完的。可以用盒子或者袋子密封保存，放冰箱冷藏，1周內吃完是沒有問題的。如果放冷凍，3、5個月也是沒有問題的。要吃的時候，可以放進烤箱裡復烤幾分鐘，放涼了之後就能恢復脆度了。來，掰一個看看，外沿是酥脆的，內裡是軟糯的，放進嘴裡很自然地啟動了咀嚼模式，在感受到如山崩地裂般嘎嘣脆的同時，又有一份如清風拂面般的柔軟，在上下牙的努力下，終於被完全粉碎了。一份美妙的甘香徘徊在口腔裡，久久不捨離去，實在是妙啊！我是阿里，謝謝你的觀看，咱們下期再見。